表姐突然对我说，世界末日要爆发了，到时候街上丧尸成群，见人就咬，催我赶紧囤满物资。我耗尽钱财准备万全后躲进地下，她却讥讽笑道：傻子，我骗你的。正当我对着堆积如山的物资发愣时，却没想到末日真的来了。时间回到过去，我和表姐在一家公司工作，可是自从项目奖金到账后，表姐沈清就像换了个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劲了。我们合租了2年，从来都是无话不谈，可自从奖金公布，她开始躲着我，晚饭也不在一起吃了，回到家就锁上房门，就像是在刻意躲着我。直到今天早上，我被一声尖叫声彻底惊醒，我冲到客厅打开灯，沈清瘫在房间门口，头发散乱一片，额头有一片明显的红痕，眼神空荡荡的全是泪水。她看见我，整个人连滚带爬的扑过来，死死抓住我的手腕。小魏，快去锁门，把所有的门都反锁上！她声嘶力竭地喊道。我从来没有看见她如此恐惧的样子，整个人的精神非常不稳定。怎么了，姐姐？你这是怎么了？要出大事了，丧尸，你知道吗？就是电影里那种吃人的怪物，10天后就会满大街都是。我愣住了，姐姐到底在说什么？什么咬人的怪物？我第一反应是她是不是精神压力太大？姐，你冷静一点，是不是做了什么噩梦？我没有做梦。她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吼出来，神情痛苦。我看见了，小薇，你相信我，我亲眼看见了，街上的人扑倒别人就咬，被咬的人扭几下就爬起来，眼珠全是白的，见人就咬。我们这栋楼2天就被怪物霸占了，停水停电，外面全是惨叫声。我们想从消防通道跑，可却被怪物咬了，死了，全都死了。他说不下去了，浑身剧烈的发抖，眼泪鼻涕糊了一脸。我眉头微蹙，看表姐这个样子，的确是被吓坏了。况且她描述的景象很具体，就像是亲眼见到过一样。我扶住她的肩膀，手一片冷汗。你从哪儿知道的这些？我尽量让声音平稳，心里却开始发毛了。我死过一次了，小薇，我们已经死过一次了，现在我又回来了，这是老天给我们的机会。她抬起头，脸上是一副混合着绝望和恐惧的表情。小薇，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是你姐，我们爸妈都没了，这世界上我就你一个亲人，我会拿这种事骗你吗？我会吗？她死死盯着我的眼睛，指甲快要掐进我肉里。那一刻，理智和怀疑在脑子里打架，可她通红的眼睛、惨白的脸，还有那些无法解释的细节，表姐没理由撒谎，更没理由骗我。她是沈清，是我从小跟着长大的表姐，是我在这座城市里唯一的依靠。小薇，你还在犹豫什么？你不相信我吗？看着她崩溃的样子，原本还残留的犹豫和怀疑瞬间消散不见。我摇摇头，表姐，我相信你。她像是终于等到这句话，整个人脱力般松了下来。信我就抓紧行动起来，吃的喝的安全，能住的地方还有药，越多越好。沈清扳着手指头数了起来，除了这个还得买药，越多越好，还要想办法弄点防身的东西，找个没有人知道结实的地方躲起来。说完这话，她踉跄后退，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拖出了一个登山包背在了身上。我得马上出门一趟，你赶紧找地方囤积物资，有事电话联系。她拉开门，在跨出去的前一刻，回头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我站在原地，灯光有些刺眼，脑子里乱糟糟的。虽然表姐的这番末日预言的确骇人听闻，可万一是真的呢？我赌不起。我们必须得活下来。我们沈家可就只剩下我们俩了。我是由外婆和表姐父母接济着长大的，虽然存款很少，但是我一定得保护好表姐。第二天，我红着眼，用颤抖的手指在各个借贷应用上点下最高额度的申请，冰冷的数字叠加，连同那笔烫手的奖金和我所有的积蓄，凑到了整整300万。没有时间犹豫，我在手机里列下清单，要吃的，要用的，要穿的，覆盖了生存的每一个缝隙。至于住的地方，我已经想到了一个绝佳的位置。这公寓在市中心，人多眼杂，一旦乱起来，跑都没有地方跑。我想到了小时候跟朋友在郊外野燕山探险时发现的那个废弃防空洞，那里荒凉，入口隐蔽，山体本身就是最好的庇护所，无异于是末日堡垒的最好选择。想到这里，让我稍微喘了口气。天亮后，我给人事发了封离职邮件，人事部打电话过来询问，奖金刚拿到就提出离职，是找到下家了？我无视人事部的阴阳怪气，末世都要来了，到时候全都得死，还上啥班呢？辗转交通工具，我从地铁换到公交车，又从公交车换成小3蹦，最后徒步上山，凭着记忆，在一片茂密的荆棘丛后，找到了那个几乎与山体融为一体的洞口。我把入口简单清理了一下，拧亮手电钻进了防空洞，洞内阴冷潮湿，带着浓厚的土腥气息。主通道尽头分叉，左边空间还行，能有个80平方左右，适合居住；右边则豁然开朗，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岩厅，用步伐量了量，应该能有个300平，足够囤积山一般的物资。简单的看完后，我越发的满意。这里足够隐蔽，
结构简单，主要还易守难攻。我立刻打电话联系了一个之前合作过施工队老板，我没跟他解释这么多，只告诉他有个紧急的加固改造项目，时间紧，要求高，钱不是问题。又在山脚下租了个带院子和小货车的旧仓库，当做物资临时中转站。下午，我带工头老赵进洞，他拿着手电四处照了照，又用力拍了拍岩壁，转头看我，眼神里带着疑惑不解。林小姐，在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搞那么大的动作，这是要干嘛？这工程可不便宜。我笑了笑，老赵，你尽管做就成了，别的别问那么多，告诉我个准信儿，这里进行紧急加固要花多少时间？工头老赵挠了挠头，摸了摸潮湿的岩壁道：这基础加固、通电、保湿、除湿啥的，没10天半个月弄不完。我时间没有那么多，1个星期内做完基础加固、通风和防水，材料要用最好的。工钱我按市价3倍，现金结给你。我的语气没有任何周旋的余地。听到3倍工钱，老赵眼睛都亮了，这可是大生意，里面油水多得紧啊！犹豫1秒钟，那都是对钱的不尊重。成，林小姐痛快，那我们马上调人3班倒，争取在7天内搞完。付了定金后，我告别老赵这边，开车前往城西最大的批发市场。路上手机震了一下，收到表姐发来的一条消息。看到信息的那一刻，我眼睛都睁大了。路上手机震了一下，收到表姐发来的一条消息。看到信息的那一刻，我眼睛都睁大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多购买一些物资，我这边也在囤，记得一定多贷款。末世来了，贷款根本用不着还。沈清发完消息之后，还给我发来了一个图片，像是在某个仓储中心堆成小山的压缩饼干图片。我给他回去消息，知道了，我正在前往批发市场的路上。来到批发市场之后，我按照之前列好的清单大量采购。真空包装大米2000斤，面粉1800斤，各类豆类、谷物各600斤，桶装食用油100桶，盐、糖各200斤，复合维生素片50瓶，耐储存的军用口粮70箱，各式干制面条、粉条1200斤，瓶装水1500箱，肉鱼、水果罐头各120箱，自热食品250箱，以及大量脱水蔬菜和电解质冲剂。接着是药品、抗生素、消毒用品、急救包、慢性病药，能想到的都买了不少。然后是工具和能源。大功率太阳能板、蓄电池、柴油发电机，各种型号的电池、燃油、固体酒精，还有斧头、撬棍、多功能钳、绳索、净水器。最后也是最棘手的一环，我通过特殊渠道联系上了一位黑市的军火贩子，约好在公园见面。对方是个沉默的中年人，我只说要安防级别的东西，用于野外防护。我递过去一张写满型号和数量的纸条和一个厚厚的信封，他扫了一眼纸条，又掂了掂信封，没多问，只是点了点头。你要的东西有点杂，需要点时间备齐。1个星期后的晚上，还是这里见面。记住，人要是不来，东西可就没了。可以。我转身离开。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个连轴转的陀螺到处跑。仓库里的物资堆成了小山，又用小货车一车车拉到山脚，再由人工分批运进正在改造的防空洞。洞里的变化很快，坚固的金属大门装上了，通风管道做了隐蔽处理，内部隔出了生活区、仓储区、工具间。虽然不大，但却应有尽有。工程队日夜赶工，效率很高。我清点着堆放在岩洞的物资，光是食物就足够2个人吃3年以上。水储备了数十吨，药品器械齐全，发电机和燃料足以支撑很长时间的电力。站在逐渐成型的防空洞中央，手电光柱扫过堆积如山的纸箱和桶装水，我的心安定了不少。我摸出口袋里那把随身多年的瑞士军刀，冰凉的金属触感让我想起了沈清当时崩溃痛哭的场面，那一幕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我回到与沈清合租的公寓，已经是晚上，屋内一片漆黑，寂静无声。沈清没在家，我想或许他现在正在某个地方，为这场即将到来的末日灾难做着最后的准备。我没有开灯，在黑暗里站了一会儿，又来到窗前，看着城市的霓虹灯光，发了会儿呆。我突然想到，虽然基础的物资和能源已经囤积好了，但我似乎忘了生活用品。想到这里，我赶紧打开了手机，在手机批发软件上快速下单，从牙膏、肥皂、卫生纸、女性用品到电池、胶带、蜡烛、望远镜，只要能想到的，都是疯狂买。购物车里的待发货数字不断攀升，直到屏幕显示99家，一种奇怪的安全感混合着疲惫涌来。我握着手机在沙发上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清晨，我被送货电话吵醒，挣扎着起身，驱车赶往仓库，签收了一车物资和包装材料。银行卡里的钱正在以极快的速度缩减，不过短短几天时间，整整300万的巨款已经花了大半。但是成果也是喜人的。忙完这边，我来到山下一个小镇的路边摊坐下，要了豆浆油条，填了填肚子。可能是昨晚上睡在沙发上没休息的原因，我感觉有些疲惫。这时，施工队老赵发来照片，防空洞内照明已经架设起来，工人正在丈量岩壁，效率很快，这一点让我很满意。
吃完早餐，我休息了一会儿，又赶往了城郊最大的冷链批发中心。新鲜的猪牛羊肉各要了200斤，分割包装好，鸡、鸭、鹅也买了数十只，全部处理干净，用真空包装封进罐头里，作为末世蜗居的肉食储备。在车上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洞口那扇门，我立刻开车赶往建材市场，连问了几家，终于找到能定制重型防爆门的厂家。老板测量了我提供的洞口尺寸数据，挠挠头，你这门口不规整，工期紧，最快也得要5天。我想到距离沈清所说的末日到来还有10天时间，那么还来得及。我付完定金，叮嘱老板要求不惜一切成本，要用最好的材料，在1个星期内交货。老板虽然为难，但面对高额定金，但还是硬着头皮点头应下，说会在1星期之内送货上门，到时候结清尾款。而这扇定制的防爆门总造价高达16万。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像陀螺一样旋转在仓库、防空洞和各类市场之间，各种货物不断被送进临时中转站。而让我奇怪的是，前几天还在频繁催促叮嘱我的沈清，突然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联系不上了，没有电话，没有信息。我偶尔盯着他的微信头像出神，但这几天的忙碌和疲惫很快就把这点思绪冲散。我想他大概也在拼命准备吧，所以才没时间跟我联系。第6天下午，老赵打来电话，语气透着完工的轻松。林小姐，里面都弄利索了，你来看看，顺便验收一下。还有门厂的师傅也来了。我赶上山，原先藤蔓掩映的洞口赫然矗立着一扇厚重的银灰色金属大门，与山岩几乎融为一体，只在底部留出仅供一人弯腰进出的坚固小口。门体厚度惊人，我简单量了一下，这厚度起码30厘米以上，光是推开它需要不小的力气，真是堪称铜墙铁壁，安全感直接给我拉满了。门厂的师傅还在进行调配，由于这扇门的重量太大，他们不得不从山下拉来液压机进行安装。一旁的老赵看得有些傻眼，痴痴道：林小姐，搞这么厚的合金门干嘛？这厚度怕是比银行金库大门还结实呢。别说老赵，就连门厂的调配师傅也是连连咂舌感慨。这一行我干了10几年了，像这种规格的大门，我还是第一次调配。这一行我干了10几年了，像这种规格的大门，我还是第一次调配。说着，调配师傅还略显调侃地对着一旁的老赵道：老哥俩，你知道这门林小姐花了多少钱吗？16万啊，那可是咱们厂历年来最大的买卖，这结实程度，坦克炮弹都能扛2下。老赵也是听得一阵惊叹，心中暗叹，真的是有钱烧得慌啊。对于老赵那有些不可理喻的眼神，我不容置否地笑了。入夜，我按照约定来到公园跟军火贩子见面，确认货物没问题之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120万的巨款最终获得了6个大型的保险箱，里面囊括了我所需要的各种武器。这才驱车回到了防空洞，距离沈清所说的世界末日爆发还有不到3天的时间。最后的搬运工程开始，我租来一台小型搬运车，花了整整1天半的时间，将仓库里堆积如山的物资昼夜不停地转运上山，搬进洞内那个巨大的仓储区。水、食物、药品、能源设备逐渐填满了岩洞的一侧。看着眼前这座由自己亲手建立的末日堡垒，连日来的焦虑似乎被稍稍压了下去，对于末日的恐惧也渐渐减少。我拿起电话拨打起了表姐的电话，然而电话一直没人接通。于是我又花了半天时间将左侧的生活区布置出来，铺好床，放好折叠餐桌，还有一些简单的厨房炊具，甚至还在地上铺上了一块之前出租屋里的旧地毯，就为了让防空洞看起来不那么压抑。做完这一切，我几乎累得虚脱，倒在床上，肌肉酸痛的像是散了架。我摸出手机，屏幕在昏暗的洞穴里发出微光。我再次尝试拨打沈清的号码，依然是漫长的忙音，然后转入语音信箱。他到底在哪里？为什么一直不接电话？距离他说的末世爆发只剩下不到24小时了。真正安静下来后，我躺在床上，眼神呆滞地望着防空洞的天花，在极度的疲惫中，渐渐发觉到了事情的发展好像有点不对劲。如果真的是明天爆发丧尸危机，但为什么一点预兆都没有？这些天城市依旧运转，新闻里没有报道任何一场疫情，社交媒体上没有流传恐怖的视频，没有任何异常，仿佛每天都是平常的一天。难道表姐记错了日期？难道她口中所说的世界末日真的只是噩梦，只是因为精神压力过大产生的幻觉？人一旦闲下来就会复盘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几天我一直在忙着防空洞的最后阶段，一直没有联系到沈清。可现在我才发觉，连续几天都打不通电话，这未免太过异常了。难道表姐说的是假的？但这个念头刚一浮现，就被我强行摁了下去。我想起她那双恐惧痛苦的眼睛，想起她抓住我时冰凉颤抖的手，想起我们之间20多年相依为命的亲情。她不可能骗我，更没有理由骗我。时间流逝，在这2天我一个人待在防空洞，与外界隔绝的日子让我有些不习惯，焦虑开始被茫然和不安所替代。
到了第3天，我终于坐不住了，我决定冒险回一趟市区。我打开封锁的合金门，小心翼翼地踏出了防空洞外。微风带着草的气息，偶尔有远处模糊的车辆鸣笛，没有惨叫，没有骚乱，没有他描述的任何一丝末日降临的迹象。难道我被骗了？一路驱车，景象熟悉的令人心慌。早高峰的车流，路边买早餐的行人，广场上晨练的老人，世界井然有序，与我山中那个塞满生存物资的堡垒形成了极大的反差。我回到那间熟悉的合租屋楼下，心跳莫名有些快，钥匙插进锁孔，门开的瞬间，一阵熟悉的笑声从沈清虚掩的房门里传出来。那个傻子真是笑死我了，他居然真的信了，囤了一山洞的破烂，还把全部家当都砸了进去，借了一屁股债。我跟他说丧尸要来了，他连眼都不眨一下就信了。我伸向门把的手瞬间僵在半空，全身的血液仿佛在刹那间凝固，又猛地冲向头顶。真的假的？你也太会编了吧！平时看他挺精明的啊。精明什么呀，就是死脑筋，好骗！你都不知道他那副认真准备的样子有多滑稽，我差点当场就绷不住了。这下好了，他彻底完了，钱没了，工作没了，说不定还得背一辈子债。每一句话都像一把淬了冰的刀子，精准地捅进我的心。我感受到心脏钻心刺骨的疼。原来如此，根本没有丧尸，没有末日。沈清的那点把戏，就只是为了骗我，戏弄我。我真的是傻。亏他还当过特种兵，世界末日这种话都信，一点脑子都没有。嗡的一声，我瞬间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我感觉自己的胸腔都快炸开，眼泪因愤怒而难以置信，夺眶而出。我猛地抬起脚，用尽全身力气，狠狠踹向那扇虚掩的房门，门板撞在墙上，发出巨响。房间里，沈清正盘腿坐在床上，手里拿着啃了一半的苹果，脸上还残留着恶毒的笑容。他旁边坐着一个妆容精致的女同事，两人同时转过头，表情瞬间冻结，化为一片愕然。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你刚才说的都是真的？沈清脸上的愕然迅速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嘲讽。怎么回来验收你的末日堡垒了？东西都囤够了吗？够你吃几年吧？为什么要骗我？我还问了一遍，我压抑住颤抖的手。为什么？他笑出声，拍了拍身边女同事的腿。林蔚，你还是这么天真。那个项目我们付出的差多少？凭什么最后风光的是你？钱也是你拿大头，就因为你更会表现。他眼神冷下来，眼神中只有恶毒和怨恨。我就是要看你慌，看你怕，看你把全部身家，甚至去借那些吃人的贷款，全砸进一个谎言里。我演的怎么样？是不是可以拿小金人了？我只是随便编编你就信了？这怪得了谁？他笑得肩膀抖动，一旁的女同事都有些看不下去了。沈清，算了算了。算什么算？沈清甩开他，直直看我，每个字都像淬了毒一样。林薇，你完了。等你发现屁事没有，贷款催收找上门，工作也没了，守着那一山洞的垃圾，那场景我想想都觉得精彩。那些话像冰锥扎进我的脑海，我从来没想过他能对我说出如此恶毒的、残忍的话。那些话像冰锥扎进我的脑海，我从来没想过他能对我说出如此恶毒的、残忍的话。我想起他父母车祸后，我陪他在医院守了2天2夜。我想起最初来这个城市，我们分着吃一碗泡面。想起他说，小薇，我们永远是好姐妹。原来一切都是假的，所谓的友谊就像是笑话一样，如此轻易就塌了。愤怒在胸腔里翻滚，但更深的是一种冰冷的绝望。我甚至没再说话，只是后退，转身拉开门，踏步离开。这就走了？回去守着你那些宝贝吧，说不定，哈哈，说不定哪天就能用上了呢。回去的路一片模糊，城市霓虹闪烁，车流如常，每点光亮都像在嘲笑我的愚蠢。把车停在山脚，徒步上山的每一步都灌了铅。我费力推开那扇沉重的门，阴冷的空气裹上来，里面是我耗尽心血打造的末日生存基地。手电光掠过码放整齐的物资，照在铺好的床铺上。我靠着岩壁滑坐下去，脸埋进膝盖。我没有哭出声音，眼泪却打湿了我的衣服。我不知道哭了多久，我太累了。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意识陷入了昏迷。这一觉睡得昏沉，再次醒来的时候，电子表显示过去了近30个小时。洞里面一片死寂，只有通风系统还在嗡嗡地转。我感到有些头痛欲裂，爬起来灌了几口凉水，这才清醒了不少。被自己信任的好姐妹背叛，尽管这个现实难以接受，但我还是得面对。债务逃不掉，借了那么多的钱总得还的。这些物资也许能慢慢处理掉一些，填补一下亏空。我走到仓储区，开始机械的清点记录，试图用这种忙碌对抗心底的痛苦。临近中午，我想出去透口气，顺便看看外面情况。走到门前，握住内部把手，旋开锁扣，将门推开一道缝。
我眉头微蹙，一股难以形容的腐臭味扑面传来，夹杂毛骨悚然的惨叫声。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到了地狱。我立刻将门关到只剩一条细缝，眯眼向外看，天色是种不正常的灰黄，像蒙了一层雾霾。山间的树木寂静的诡异，连鸟叫都听不见。远处城市方向的天际线似乎有几缕黑烟在城市上空升腾。不对，不对劲！我迅速摸出手机，由于山里信号微弱，防空洞里面根本没有信号。刚打开手机，一连串未读信息挤满了屏幕。紧急通告：现确认出现传染性不明病原体感染，感染者具极强攻击性，全市即日起进入紧急状态，所有市民立即居家隔离，严禁外出。重要提醒：感染者对声音、光线敏感，请保持安静，遮蔽门窗。我手指发凉，点开新闻 App， 页面加载缓慢，最终跳出几条简讯和模糊图片。一条2小时前发布的滚动新闻，标题刺眼：疫情急剧扩散，中心城区已失联，建议居民自救。社交媒体彻底疯了，本地话题被各种信息刷爆。救命！我们楼里有个邻居变异了，在撞门。我刚才亲眼看见街上有人扑倒路人就咬，脖子都扯烂了。警察呢？军队呢？为什么还没人来？超市被抢空了，没水没吃的，谁有多的，我愿意出10倍价钱买。千万别出门，外面好多那种咬人的怪物在游荡。我心跳都快跳出来了，看着各种求救的信息，手指有些颤抖。就在这时，手机突然在掌心震动，沈清的号码跳了出来。我盯着屏幕，直到快要自动挂断，才划开接听。林卫，你在哪儿？是不是在那个山洞里？他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恐慌，背景里隐约有沉闷的撞击声和模糊的惨叫。你听到没有？外面真的出事了，跟我之前说的一样。你快来接我，马上！我没说话。林卫，你聋了吗？他尖叫起来，几乎快要破音了。我命令你现在就开车过来，我们10几年的姐妹，你不能见死不救。你那里安全，还有那么多吃的用的。沈清，我打断他，声音平静的自己都觉得陌生。你让我去接你，外面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比我清楚。路上可能堵死了，可能有你说的那种咬人的丧尸。车开出去，我可能根本到不了你那里。那你也要来，你必须来。他语无伦次，带着哭腔。要不是我告诉你消息，你能提前准备吗？你能有现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吗？林薇，这是你欠我的。我轻轻吸了口气，洞内冰凉的空气让声音更冷静。你之前所说的全都是谎言，目的就是为了让我破产。我囤货的每一分钱都背着债。如果今天一切正常，我已经被你毁了。你现在凭什么跟我说这些？电话那头传来他粗重的呼吸，还有咬牙切齿的声音。我那是开玩笑，我怎么知道会成真？他突然嘶吼起来，带着绝望的威胁。林薇，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来接我，我就把你在山里有堡垒的事说出去，告诉所有人，我看你怎么躲。最后一丝情谊被这句话彻底斩断。沈清，我慢慢的开口道，我的门很厚，地方隐蔽，你能找到这里再说。我顿了顿，又冷笑道，现在你还是想想怎么样活下去吧。没等他再开口，我挂断，直接拉黑。世界终于清静了。我走回生活区，做了个简易的天线，这才重新拿起手机。更多信息跳出来，一条比一条绝望。断电范围在扩大，求救帖越来越少，偶尔刷出的视频片段晃得厉害，充斥着尖叫和惊悚的画面又很快消失。我走到监控屏幕前，几个隐蔽摄像头传回洞外不同角度的画面，我调整一个摄像头对准下山路方向放大。辉煌的画面里，远处弯道上似乎有几个黑影在缓慢移动，姿势怪异，看起来不像正常人。我屏住呼吸。另一个画面，洞口右侧的灌木丛突然剧烈晃动，一个动作极不协调的身影歪斜地闯进画面。他原地转了几圈，头部以奇怪的角度倾斜，然后跌跌撞撞地走向树林深处。看来丧尸已经蔓延到山林了。我转身走到那几个密封的保险箱前，蹲下，输入密码，箱盖无声弹开，里面静静躺落着各种武器、枪支，冰冷真实。旁边是码放整齐的弹药，弹壳在应急灯下闪着微光。我伸出手，指尖触碰枪身，冰冷的金属感瞬间贯穿全身。自从退役之后，我已经好几年没碰过枪了，熟悉的冰冷金属感紧握在手，让我心里的不安都消除了不少。我合上箱盖，扣紧锁扣，走到主控面板前，逐一检查电源，运转正常，水源过滤系统正常，空气循环与过滤正常。最后，我走到那扇厚重的防爆门后，握住粗大的内部机械栓，用力旋紧。沉闷的金属咬合声，这扇合金大门彻底锁死。我走回生活区，从架子上拿了一包高热量巧克力士力架，一边咀嚼，一边观看监控屏幕。屏幕上那个跌撞的丧尸早已不见，但山林间似乎总有一些不该存在的影子，在树林中缓缓跃动。将沈清的号码拖入黑名单后，世界并没有真正清静，防空洞成了唯一的生存的据点。
虽然一个人待在里面有些无聊，但我依旧按部就班的生活，每天检查设备，清点物资，锻炼身体，用便携式收音机捕捉着外界断断续续的信号。消息越来越少了，外面的世界早已经被混乱和行尸走肉所占据，就连求救信息也越来越少了。我摇头叹息，难道这草蛋的世界真的要沦陷了吗？最初还有官方的紧急通告和求生指南，后来变成零星的救援消息，现在连救援消息都没有了。人是群居动物，我从来没有尝试过一个人蜗居在陌生的地方生活。最开始的几天，我还能通过调整自己的心情，减缓压抑的氛围。可是孤独是有重量的，它压在所有声音之上，自己的脚步声，甚至吞咽食物的声音，都变得格外清晰刺耳。我常常站在监控屏幕前，一看就是几个小时。4个画面对着不同方向的树林和山路，大部分时间只有被风吹动的枝叶和偶尔掠过的飞鸟。直到第7天，右下角的屏幕对准东侧那条蜿蜒下山的小路，终于出现了动静。几个身影出现在镜头边缘，不是丧尸那种僵硬的步伐，他们走得很快，姿态警惕，彼此间保持着安全距离。一共5个人，他们穿着混杂，有深色外套，有迷彩裤，手里似乎都拿着东西，长短不一。我的身体瞬间绷直，手指悬在控制台上。他们停在距离洞口约300米的一处岩石后，似乎在观察。其中一人举起一个双筒望远镜，缓缓移动，镜头方向正对着我洞口的大致方位。尽管洞口做了伪装，但那扇门与山体的颜色在近距离仔细观察下还是看得出来。我心跳跳得极快，我调高了那个摄像头的放大倍数，画面变得粗糙，但细节更清晰。5个都是男人，面容疲惫但眼神锐利，带着一种在末日里挣扎求生后留下的冷漠。他们的装备不像普通幸存者，有人背着专业的登山包，有人腰间挂着对讲机，为首那个举望远镜的背上交叉背着2把砍刀。他们低声交谈着什么，手指不时指向这边，然后那个背对讲机的人取下设备，张嘴好像在说着什么。大约10分钟后，又有3个人从山下气喘吁吁地跑上来汇合。8个人了，我心底一沉。这群人绝对不是路过，看起来也不像是收集物资的量，他们的目标好像就是冲着我来的。怎么会？防空洞如此隐蔽，他们是怎么找上来的？除了装修的工人，还有专门的师傅，就只有沈清知道这里了。一个可怕的猜想刺入脑海，难道沈清他还活着？就在这时，生活区的角落里，一台老式的手持对讲机突然发出一阵电流嘈杂的声音，紧接着一个刻意压低的男声断断续续地传了出来：呼叫，听得到吗？山里的朋友能听到吗？我盯着那台对讲机，瞳孔剧烈收缩。这个对讲机是曾经沈清送给我的。小时候因为穷买不起手机，所以我跟沈清经常用对讲机的方式对话，已经很久没用了。对讲机沉默了几秒，似乎那边在等待回应，然后声音再次响起，这次更清晰也更直接。我们知道你在里面，朋友，没有恶意，我们只想谈谈。男人的声音顿了顿，加了一句：是沈清姑娘给我们的这个对讲机，她说你这里面应有尽有。最后4个字，他说得很慢。果然，最后一丝侥幸被掐灭。沈清不仅活着，还把我卖了个彻底。他能提供的信息有限，但这里有坚固庇护所和大量物资，这个信息他一清二楚。我没有碰对讲机，现在任何回应都是暴露更多信息。监控里那8个人开始行动，他们没有直接冲向洞口，而是分出4人，2两一组，沿着山脊线试图从侧面包抄，显然是想探查洞口周围地形，寻找可能的其他入口。另外4人留在原地，其中2人举起了手里的土制枪械，看起来像是改装过的猎枪，枪口警惕地对着洞口方向。这群人很专业，很有耐心，不是乌合之众。我离开监控台，走到武器箱前，打开后取出那把最熟悉、保养的最好的突击步枪，检查枪械，压上子弹匣。这种冰冷而又熟悉的金属质感，让我心里的不安渐渐平息下来。然后我走到主控台，关闭了通风和核心监控之外的所有非必要电源。洞内陷入更深的昏暗，只有屏幕发出幽绿的光。时间在无声的对峙中流逝。包抄的人回来了，对留守的领头者摇头，显然没发现其他入口。领头的那个家伙看起来就是那个背双刀的男人，他对着对讲机又说了几句，不过我什么都没听见，因为我已经把对讲机关掉了。8个人开始缓缓向洞口逼近，在距离大门约50米的开阔地带停下。这个距离也在我的监控最清晰的观察范围内。被双刀的男人上前2步，抬头望着被藤蔓和伪装网覆盖的洞口方向。他大概30-40岁，脸上有一道狰狞的旧疤，看起来就像是丑陋的蜈蚣趴在脸上。他清了清嗓子，这次没用对讲机，而是直接提高了音量喊道。山间寂静，声音清晰地传了进来。里面的朋友听得见吧？别躲了，咱们敞开聊聊。我依旧沉默，透过隐蔽的观察孔冷冷地看着他们。8脸男等了一会儿，不见回应，也不气恼，反而咧了咧嘴。
那笑容在八脸的衬托下显得格外阴冷。沈清妹子可是把你夸得天上有地下无啊，说你这地方炮弹都炸不开，里面的东西够咱们吃1年。现在这世道不好，互帮互助才是活路啊，朋友。他顿了顿，语气诚挚起来。我们没别的意思，你不用那么警惕。你也看见了，外面的这些行尸走肉有多可怕，大家抱团才能取暖。你开门，咱们就是兄弟，物资共享，一起守着山头。我张彪说话算话，有我一口吃的，就绝不饿着你。物资共享，我几乎要冷笑出声。他们眼中毫不掩饰的贪婪，鬼才相信他们口中所说的话。见我还是没反应，张彪旁边一个瘦高个忍不住了，扯着嗓子骂了一句：操，给脸不要脸！彪哥跟你好好说，是看得起你，缩在王八壳里当老鼠是吧？张彪抬手指住瘦高个，脸上的假笑收敛了，声音也沉了下去。朋友，我劝你想清楚，你这门是结实，但我们有的是时间，断水断电，或者我们找点炸药来，总能想到办法。他话锋一转，带着赤裸裸的威胁。沈清妹子可说了，你就一个人守这么大一座金山，晚上睡得着吗？不如让大家伙都进来，也帮你分担分担压力，是不是？他终于图穷匕见了，末世之下，人心才是最可怕的，更别说在末世之前，我就早在沈清身上领略过了。威胁我就不吃这一套。他们轮流值守，眼神像饿狼一样定在洞口。白天有人试图靠近，用工具敲击岩壁，寻找可能的薄弱点。夜间，他们支起帐篷，轮流休息，人影在火光后晃动，他们依旧不死心。到了第3天，他们终于坐不住了。下午，监控显示2个瘦削的男人带着工具，沿着我铺设太阳能板线路摸索。他们找到了部分管线，用砍刀和钳子进行破坏。屏幕里，一处太阳能板被砸断，我依旧不着急，任由他们破坏。毕竟他们有8个人，我要是贸然行动，无异于以卵击石，风险太大了。在没有绝对准备好之前，不能行动。我连日观察，终于摸清了他们的行动规律。他们分工明确，2人负责监视洞口，2人负责营地安全兼寻找物资，另外4人则不断尝试寻找突破堡垒的方法。他们手里有4把砍刀，2把铁矛，还有2把老旧的改装猎枪。由于猎枪是管制武器，没有特定的渠道，基本很难搞到子弹，所以子弹应该不多。而他们的营地在山后的一处背风的岩石后面，位置选得挺好，这个地方刚好是监视防空洞门口的最好角度。不知不觉6天过去，今天天气不好，看起来像是要下雨，山林被风吹得摇摆不断。我依旧耐心地等待，作为曾经退伍的特种兵，最不缺的就是耐心。不知不觉6天过去，今天天气不好，看起来像是要下雨，山林被风吹得摇摆不断。我依旧耐心地等待，作为曾经退伍的特种兵，最不缺的就是耐心。凌晨2点是人最困顿的时候，监控里2个守夜的人靠在岩石边打盹，篝火已经熄灭了，营地一片沉寂。我穿上深色衣服，检查武器和装备，装了消音器的手枪、军用匕首、攀索，2枚用化合物简易制作的炸弹，虽然威力不大，但主要是引起混乱效果。我从一条施工时预留、从未使用过的狭窄紧急出口离开，出口隐藏在另一侧6米高的山壁上，隐藏在藤蔓中，任他们怎么找也不可能找得到。风很大，树叶滑响，完美掩盖了我的脚步声。尽管已经退役了好几年，但曾经训练留下来的肌肉记忆我可没全忘。黑夜中，我小心翼翼地摸进，在距离这群人营地约80米的一处灌木丛后停下。透过夜视仪，营地情况清晰可见，6个人睡在简易铺盖里，还有2个人靠在一旁的岩石上睡着了。那个白天嚣张喊话的张彪靠着最里面的岩石，刀放在手边，那2把猎枪靠在离他最近的2个同伴身边。我取下第一个简易的炸弹，掐了一个岩石引线，点燃之后，小心地抛向了营地后方的一片乱石堆，然后迅速摸进。5秒后，一声沉闷的巨响在乱石堆炸开，在寂静的山夜里格外骇人，火光一闪而逝，碎石都被炸飞起来。操！刚才什么声音？妈的，还在睡，赶紧滚起来！操家伙，有人摸过来的！突如其来的爆炸直接导致营地瞬间炸锅，这些家伙睡得正香，直接吓得弹跳起来，一把抓起武器，一脸防备地查看四周。张彪反应最快，一个翻滚抓起砍刀。别慌，给我看准了，到底是哪个王八蛋敢打扰老子睡觉？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被爆炸点吸引，2个人端着猎枪，紧张地对准那个方向。我屏住呼吸，靠在树后，掷出了第2枚炸弹。那边，在那边！有人指着爆炸的地方尖叫，显然是吓坏了。妈的，到底有几个人？瘦高个的声音充满惊恐，营地乱成一团。张彪试图稳住阵脚，别散开，背靠背，小心调虎离山。但他手下的人已经被接连的巨响和未知的敌人吓住了，尤其是那个瘦高个，端着猎枪的手在明显发抖。机会来了，我端起带有夜视瞄准镜的步枪，锁定了那个拿着另一把猎枪的人。他正背对着我，紧张地瞄向第一次爆炸的方向。
我扣动扳机，有消音器的枪声被风声所掩盖，直接一枪爆头。那人身体一抖，整个人瞬间向前倒去。猴子！旁边的人亲眼看见猴子的脑袋像西瓜一样炸开，此刻双腿都吓得发抖。有枪，他们有枪，快找掩护！张彪嘶吼，率先扑向岩石后方。他头皮发麻，他同样见到了猴子的惨状，不敢想刚才那颗子弹如果瞄准他的脑袋。夜色的掩护中，我趴在灌木丛中移动枪口，锁定第二个目标。那个拿着猎枪的瘦高个，此刻正惊慌失措地躲在一颗石头后面，不过这家伙的半个身子还露在外面。第二枪，他惨叫一声，倒地翻滚。彪哥，我们中埋伏了，走，快走！剩下的人彻底崩溃，开始盲目地向周围黑暗开枪射击，猎枪的轰鸣在山间回荡，毫无准头，反而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位置。我继续开枪，就带走了2个人。不过剩下的人看见同伴的惨状，显然是学聪明了，一个个趴在树后，离开了枪口的瞄准范围。既然没机会，那我就不开枪了，毕竟子弹有限，威慑的目的已经达到，相信枪声和血腥味不久就会把丧尸引来。我收起枪，融入阴影中，沿着预定的撤离路线快速撤离，沿着狭窄通道回到主洞，第一时间检查所有监控。营地方向的画面已经一片混乱，火光重新燃起，但照亮的是扭曲搏斗的人影。显然刚才闹出来的动静已经成功把丧尸群引了过来。屏幕里，张彪挥刀砍翻了一个扑向他的丧尸，浑身是血，对着剩下的2个还能动的手下狂吼：走，往山下走。3人跌跌撞撞地冲出营地，向山下狂奔，身后至少跟着一群张牙舞爪的丧尸。张彪没死，看来接下来山上怕是不太平了。张彪既然活了下来，那他见识到了这里的防御和反击手段，下次再来只怕会更谨慎，准备更加充分。再加上刚才闹的动静那么大，丧尸被枪声和血腥大规模吸引到这片区域，让堡垒周围环境更加危险。我今后的任何外出行动都更加危险。我走回武器箱，补充了打空的子弹，开始保养枪械。堡垒依然坚固，物资依然充足，但防空洞外已是群狼环伺，暗处无数眼睛可能已经盯上了我。我看向监控屏幕上其他几个依然安静的方向，安静或许只是下一场风暴来临前的假象。张彪不是结束，而是开始。山林的寂静只维持了5天，监控屏幕上再次出现人影。3辆经过粗暴改装的车辆沿着山路轰鸣而上，一辆焊着钢板的防爆车打头，车头上还摆放着丧尸的头颅，看起来血腥而又残忍。而在防爆车后面跟着2辆加装护栏的皮卡，车斗里面坐满了人，每个人手中的武器都染着血，看来一路上的丧尸应该都被清理干净了。之前我就觉得奇怪，为什么他们一直在山中闹出动静，却没有丧尸出没？没想到这群人竟然将山中的丧尸全部清理了。最终，他们停在了洞口外那片相对平坦的空地，距离大门不到100米。车门重重推开，下来的人比上次多得多，黑压压一片，粗略一看超过20人，衣着杂乱，但眼神里都带着同样的贪婪。他们迅速散开，占据有利位置，动作熟练，显然干惯了这种勾当。张彪从防爆车副驾跳下来，脸上的疤在阳光下更显狰狞。他身边还跟着一个我没见过的男人，大约40岁，光头，穿着件不合时宜的皮夹克，脖子上挂着条粗金链子，妥妥一副暴发户景象。光头男眯着眼，打量着被伪装网覆盖的洞口，啧啧啧点着头。可接下来出现的一个人，让我的瞳孔瞬间收缩。沈清。他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男士外套从车上走下，他的头发散乱，脸上没什么血色，但那张脸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下车后立刻紧走2步，站到了那个光头男人的身侧，手臂似有若无地挨着他的胳膊。光头男人很自然地伸手搂住了他的肩膀。沈清身体微微僵了一下，随即顺从地往他身边靠了靠，仰头对他说了句什么，手指径直指向洞口方向。我的手指在监控台边缘扣紧，指甲抵得生疼，我有些无法理解，表姐就这么糟蹋自己吗？为了活下去，一点尊严都不要了吗？张彪上前几步，抬头，这次他没用对讲机，直接扯开嗓子喊，声音在山壁间回荡：里面的上次闹得有些不愉快，见谅啊。这次我们老板亲自来啦，够给你面子了吧？他侧身朝光头男比划了一下：这是我们龙哥仁义，不想伤了和气，咱们好好谈谈。龙哥，我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什么龙哥？这肚子胀得比怀胎10月还大，我看叫胎哥得了。就在这时，光头男慢悠悠往前踱了2步，开口了。他的声音不大，但非常难听，再配合那丑陋的脸庞，光是听他的声音就感觉嘴巴滂臭。朋友，一个人守着这么大个仓库，不闷得慌吗？这世道人多力量大，开门让我们进去，里面的东西匀给大家用。以后你就是自家兄弟，有我龙某一口吃的，就少不了你的。这光头男说的慢条斯理，仿佛在陈述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我不禁发笑，
这群家伙一个比一个道貌岸然，想不费任何代价就拿到我的物资，真是够不要脸的。我依旧冷笑，透过观察孔能清晰看到沈清正贴在龙哥耳边说着什么，目光不时锐利地扫向洞口。我摇摇头，沈清真的是没救了。我不敢想象他是如何做到对着一头恶臭的猪不吐出来的，还靠那么近说话。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不过我看见这个光头男脸上伪装的笑容消失了，他朝着旁边的人歪了歪头，说了些什么。张彪会意，立马挥手，后面皮卡车上跳下几个人，从车斗里抬出2个大箱子，放在空地上打开，里面露出一些东西，几盒未拆封的药品，还有几瓶白酒，几条皱巴巴的烟，还有几袋真空包装的肉干。虽然这些东西不多，但是在末日之下，这些东西绝对比金子还贵，绝对的硬通货。虽然这些东西不多，但是在末日之下，这些东西绝对比金子还贵，绝对的硬通货。张彪把这些东西整齐地排列在了地上，随后又对着防空洞的门口喊：“里面的朋友，龙哥够意思吧？这是诚意，拿这些换你开门，公平买卖。”这一幕都把我看笑了。就这点东西，就想换我堡垒里堆积如山的生存物资，我不禁好奇他们是怎么冠冕堂皇说出这种话的，简直是可笑至极。我按下外部扩音器的开关，声音传出：“东西拿走，赶紧滚！”我简短不屑的7个字，就像一巴掌毫不留情地扇在这个光头男的脸上。空地上一片死寂，龙哥的脸彻底沉了下来，盘金属球的手停了。沈清则像是被踩到老鼠尾巴一样，猛地抬头，脸上闪过恼怒，尖声道：“林薇，你别不识抬举，龙哥好好跟你说话，是给你机会，你以为你那破门能挡多久？”他的声音透过扩音器传来，尖锐而陌生。我看着他依偎在陌生男人身边，用尽力气帮着外人威逼我的样子，我感到胃里一阵翻涌，差点没忍住吐出来。龙哥抬手止住了沈清更进一步的叫骂，他盯着洞口，缓缓点了点头。好，有骨气。他退后几步，朝防爆车驾驶座打了个手势。防爆车似乎是接收到了信号，引擎轰鸣骤然加剧，那辆沉重的防爆车开始缓缓后退，然后轰着油门，如同一头钢铁野兽，狠狠朝着厚重的金属大门撞来。一声沉闷到极致的巨响，整个山壁似乎都随之震颤，防空洞内顶灯晃动，灰尘落下，大门发出沉闷的撞击声，但整体结构依然稳固，门上不过只留下了几道刮擦的白印。防爆车摇晃着倒回去，准备第2次撞击。我离开观察孔，快步走到主控台前，启动了几个预设的应急程序，通风系统加强内部气压，以抵抗可能的门体变形渗气。第2次撞击比第1次更猛。监控画面里，大门再次巨震，门框周围的岩石崩落了些许碎屑，门上出现了一道小小的凹坑。我脸色阴沉了下来，虽然这门够结实，但一直这么撞，恐怕山体扛不住。车再一次后退，不过这次皮卡车上的人抬下了另一样东西，几个用塑料布裹着的，看起来沉甸甸的方块，还有成卷的导线，是炸药。他们开始在大门底部和周围关键位置安装布线，他们真的要炸门。张彪在一旁指挥，脸上带着狞笑。沈清被龙哥拉着站得远了些，他望着忙碌安装炸药的人群和那扇巍然不动的大门，脸上是一种混合着紧张快意和某种期待的神情。不能再让他们继续了。我深吸一口气，压下所有复杂的情绪，进入纯粹的战术状态。被动挨打只会让情况更加糟糕，我必须得找机会主动出击。我转身再次走向那条狭窄的紧急出口，但这次我带上的东西不一样，除了武器之外，还有用防水布小心包裹的特殊装置，以及几个触发式警报器。我需要绕到他们侧面，到那2辆皮卡和人群的后方。这种做法很冒险，但我必须这么做。从紧急出口悄然前出后，我利用树林和灌木丛作为掩护，像影子一样滑入侧方的树林。先是在几个关键点布下触发警报器，然后将那个扁平装置激活，设定好短延时，将其固定在一棵背对他们的树干上。装置开始发出轻微的、有规律的滴滴声，同时一个微弱的红色指示灯开始闪烁。这玩意儿是我用旧零件改造的，模拟定时炸弹启动的状态，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是假的。即便如此，倒计时的滴滴声依旧能够对这些人造成威慑力，只要引起混乱就足够了。我迅速撤离到安全的观察点，几秒钟后，一个正在拉扯导线的男人似乎听到了什么，疑惑地转头，然后他看到了树干上那个闪烁的红点。炸弹！有炸弹！他惊慌失措地大吼起来，连滚带爬地向后扑倒。这一声喊，正在安装炸药的人群瞬间炸锅。哪儿？赶紧跑！哪个王八蛋瞎吼，吓老子一跳！人群引发了骚乱，末世之下的人们本就是惊弓之鸟，所有人的心都紧绷着。这种情况下，听到有炸弹，不少人下意识地远离树干的方向散开。没用的东西，一点小动静就把你们吓成这样。趁着这个机会，我抬起步枪，瞄准了那个正在连接引爆装置的人。他背对着我，手里的动作因为身后的骚乱而停顿。
子弹穿过混乱的人群，精准地钻入他的脑袋，他一声不吭地摔倒在了地上。有敌袭，赶紧找掩护。张彪这次反应极快，拖着龙哥就往防爆车后面躲。沈清发出一声短促的尖叫，被龙哥粗暴地按倒在地。叫你妈的叫不要命啊！看到又死人了，人群瞬间就乱了，他们哪里还顾得上再安装炸药，纷纷寻找掩体，盲目地朝着树林方向开枪。敌在明我在暗，打的就是优势战。趁着他们还没有找到我的藏身之处，我又接连开枪，重点关照那几个负责安装炸弹装置的狗腿子，成功又干掉了2人。我没有恋战，在处理完负责爆破的这几个狗腿子之后，我再次悄然后撤，从紧急通道返回堡垒内部。监控屏幕上，外面一片狼藉，炸药散落一地，导线被踩得乱七八糟，3辆车成了掩体。那些人躲在车后面，惊魂未定地朝外张望。龙哥从车后探出半张脸，脸色铁青，眼神阴沉的可怕。沈清瘫坐在地上，头发散乱，刚才的得意和冷硬荡然无存，只剩下面无血色的惊恐。张彪正在对他吼着什么，似乎在争论。大门上，凹印和刮痕依旧显眼。虽然大门扛住了撞击，我刚才也阻止了这群人的爆破，但敌人依旧虎视眈眈，只要没把他们全部弄死，那么他们下一次的进攻只会更加疯狂。我检查了大门结构传感器的数据，承重柱轻微出现了倾斜，但整体框架没有太大影响。悬着的心放了下来。监控里，龙哥正在防爆车后对着张彪几人低吼，打着手势。沈清被推到皮卡后卡座里，他抱着胳膊，不时惊恐地望向洞口，哪里还有刚才得意嚣张的半点模样。紧接着，我看见好几个人从卡车后座滚下来几个油桶，他们费力地把油桶抬到了大门前，然后打开桶盖，将刺鼻的汽油全部泼洒在大门底部的缝隙。小贱人，你果然有手段，竟然在你手上折了那么多兄弟。龙哥仁慈，只要你能够乖乖地打开门，龙哥保证既往不咎，1分钟内开门，不然你就等着活活烧死吧。汽油的渗透性很强，即便隔着防盗门，我都能够轻微嗅到刺鼻的汽油味。浓烟和高温的确能威胁到防空洞的内部，不能让他们点火。我移动到侧面的射击孔，架上步枪，换上了爆炸子弹，瞄准镜里，一个瘦子正战战兢兢地抱着点燃的火把放在张彪的手上。小贱人，你还有30秒的时间。张彪脸色难看地骂着，他们这么多人，连一个小娘们都搞不定，还折了那么多兄弟，脸都丢尽了。随着张彪的倒计时，我直接对着远处的汽油桶开了一枪，爆炸子弹瞬间点燃了汽油桶，橘红的火球瞬间爆开，沿着汽油轨迹反着烧了回去。站在旁边的人瞬间变成惨叫的火人。退，快退开！张彪一把丢掉手中的火把，气急败坏，带着人躲进掩体。人群再次狼狈后撤。龙哥脸色铁青，揪着手下怒骂。失控的火焰在大门前燃烧，高温和烟雾干扰视线，而且我担心这火会烧到大门口来。可紧接着的发现，不禁让我展开了笑容。果然，连续枪声爆炸和浓烟已经成功引起了大批丧尸的注意。我看见远处的山路脚下出现了几道零星摇晃的黑点，然后越来越多，从不同方向的树林里钻出，动作摇摇晃晃的朝着火光和声音的方向移动。龙哥的人也发现了，惊恐的叫声此起彼伏。是狮群，好多密密麻麻的从后面山下上来了。张彪的脸色无比难看，端着手中的猎枪，立马来到了一个大石头上，往山下观察。密密麻麻的黑点汇集得越来越多，看得他头皮发麻，这数量怕是上百个。龙哥，我们怕是得撤了，下面那些咬人的东西围上来了，数量少说上百个。此刻的龙哥灰头土脸，一脸狼狈，哪里还有刚才嚣张得意的模样？听到那么多丧尸包围过来，二话不说就爬上了车。那还愣着干什么？叫兄弟们赶紧撤！张彪也是立马催促：上车，快上车，咱们撤。伤员怎么办？顾不上了，他们自求多福吧。想走，那可没那么容易。我立马端起枪，换上了燃烧弹，直接瞄准了防爆车后方的油箱位置。子弹撕开油箱，瞬间点燃了汽油，恐怖的火焰瞬间将防爆车包裹，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离得近的几个人瞬间被突如其来的大火掀飞，震耳欲聋的爆炸传来，防爆车内的人连同着车子一同爆炸，惨叫惊呼混乱成一团，画面如同地狱。车辆残骸燃烧，直接点燃了灌木丛和植被，地上更是躺倒了一片，有的倒霉的更是直接被火焰所覆盖，直接变成了一个火人。而在这时，丧尸潮已经临近，这些丧尸可不管你有没有被火烧，只要是活的，扑上前就咬。那些倒地还没死的伤员顿时传来凄厉而短暂的惨叫。龙哥被张彪和2人护着，踉跄退逃，狼狈不堪。我在混乱中寻找那个身影，沈清。他倒在皮卡车轮旁，左腿似乎是断了，满脸黑灰血污，正朝龙哥方向伸出手，哀嚎惨叫：“龙哥，救救我，带我一起走啊！”龙哥回头看了一眼，沈清的眼中立马迸发出希望的光。结果下一秒，龙哥扭回头对张彪吼了句什么，
在手下的搀扶下，头也不回地朝山下冲去。张彪停了一步，看了眼地上挣扎的沈清，又看了眼附近的尸群和燃烧的残骸，最终咒骂一声，转身狂奔逃命。其他还能动的人连滚带爬地跟着逃窜，无人理会伤员，更无人看沈清一眼。不过10几秒，活着的人跑空，空地上只剩下燃烧的车辆、被尸群淹没的伤员，以及拖着断腿、徒劳向前爬行的沈清。几只丧尸注意到了他，调转方向，拖着步子缓缓围拢。他停止了爬行，回过头，隔着烟雾与火焰，他的目光似乎穿过了混乱，看向防空洞的方向。小薇，我错了，救我，快救救我，我就要死了。他的脸上黑灰混着液体，你分不清是汗是泪。我依旧无动于衷，只是冷漠看着这一切。我本来以为他会被尸潮所吞噬，结果他却做了一个让我意外的动作。在丧尸靠近之前，他猛地翻过身，拖着伤腿，爬进了皮卡车底与岩石之间的缝隙里。几只丧尸扑到了他刚才的位置，腐烂的手臂抓了个空。他们围着车底缝隙嘶吼，笨拙地试图爬进去，但却被堵在了缝隙之外。更多的丧尸涌来，逐渐遮挡了那片区域。我再也看不到沈清，也不知道他现在到底是死是活。我想他现在即便活着，恐怕也是生不如死，支撑不了多久了。洞外火焰燃烧声和尸群的低吼。我走回生火区坐下，拿起水壶喝了一口。这一波终于结束了。沈清是死是活，被拖走还是侥幸卡在缝隙中暂逃一劫，我不知道也不重要。从他选择站在龙哥身边指向这里的那一刻起，他对我来说就已经是陌生人了。爆炸后的第4天，烟尘终于散尽，洞外空地上只剩焦黑的残骸和难以辨认的尸体。丧尸群在饱餐后逐渐散去，只剩2、3只还在边缘游荡。我用了一整天清理通风口附近的腐尸。龙哥逃跑前，把几具尸体故意丢在了进风口边上，臭味浓烈，隔着防护面具都冲鼻子。还滤网没坏，但记录显示外循环压力过载，简单来说就是进气口被堵住了。防空洞的大门也出了点小问题，虽然门本体没事，但合金门的框架出现了变形，尤其在门框的顶部，更是出现了2厘米厚的缝隙，导致门体向内出现了轻微倾斜。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关于武器物资方面，也有一个不好的消息，这几天接连被亡命之徒光顾，弹药牺牲接近一半，特种子弹都打光了。这还不是最大的损失，最大的损失是这地方再也藏不住了。这次战斗闹出了那么大的动静，关键是龙哥还被放跑了，他们迟早会卷土重来，所以我必须早做准备。接下来的好几天，我一边打扫战场收集武器物资，一边在防空洞的周边用简易炸药和自制的燃烧布下了数道陷阱，还有简易的预警器。第5天下午，预警器响了，不是丧尸，是引擎轰鸣声从山下传来，越来越近。听声音起码有好几辆。我调出山路的监控画面，3辆深灰色越野车正从山下越野上来，一路上横冲直撞，所有拦路的丧尸都被碾成了碎肉。最后只有3辆越野车停在之前龙哥车队的位置，离洞口大约150米。果然来了。我心猛地一沉，希望我这几天的辛苦成果能够发挥作用。3辆深灰色越野车门打开，一共下来11人，他们全部都穿着深灰色作战服，装备整齐划一，枪是一样的制式，每个人分工明确。4人下车之后，立刻举枪警戒四周，任何想要靠近的丧尸都被他们用枪爆头处决，很快就将这片区域的丧尸清空。作为曾经退伍特种兵的直觉，我意识到这群人远不是之前龙哥那群乌合之众能够比，这些人很专业，而且很警惕。我注意到其中一人似乎是他们领头的，他个子很高，戴着黑色半面罩，只露出了眼睛和下巴，他的手里还提着一个白色的袋子，只不过这个袋子的底部已经被血染红。他似乎能够感受到我的目光，冲着监控所在的方向抬手示意，提着袋子上前几步，把袋子扔在了前面的空地上。袋子内的东西终于滚了出来。里面的人下午好，别紧张，我们没有恶意，看见了吧？这是我们送给你的见面礼，以表诚意。这个人想必不用我再给你介绍吧？龙文章，就是之前冒犯你的那伙人，他带着剩下5个人，想用那点可怜的物资跟我们做交易，换我们帮他打你这儿。他太贪婪，也太愚蠢，所以我们就自作主张帮你处理了。希望这份礼物能够消除我们之间的误会。龙哥死了，黑吃黑，死在他们的手上。见到这可怜的家伙死了，竟然还被砍下了脑袋，可想而知，这群道貌岸然的家伙有多么心狠手辣。不过我倒是不意外，毕竟这个世道哪里还有什么信用可言，拳头才是硬道理。怪就怪这个蠢货信错了人。我们是幸存者保护协会，宗旨是收集末日前的技术物资，保护有价值的幸存者和设施，给重建留点火种。我们观察这儿有段时间了，你的选址、建堡垒的法子，还有之前对付龙哥的表现，都够格进我们的保护协会。你放心，我们不是龙文章这种乌合之众，我们有规矩，
有组织，不会做出抢掠这种不文明的行为。我们这次过来是想寻求合作，或者邀请你加入。我们可以给你技术支持、稀有物资、最关键的情报。毕竟你一个人守着再硬的乌龟壳，与外界隔绝，这显然也是不行的。话说的倒是冠冕堂皇，但我只看见他们统一的装备，看见他们精准找到这儿的能力，看见他们处理龙哥的干脆和残忍。况且他们选择站在这儿，而不是去帮更多在废墟里爬的人，就证明他们所说的话没有几分可信。看来你选择拒绝，也不信我们。他话头一转，那或许得请个你更熟悉的人来帮着沟通沟通了。他朝后摆摆手，紧接着越野车后门又开了，2个人架着个挣扎的人影下来。是沈清，他竟然还活着，但他现在的状态看起来有些凄惨，都快让我认不出来了。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脸上有新旧的淤伤，套着件不合身的灰外套，一条腿瘸着，被2人拖着来到空地前。他低着头，满脸绝望。高个子伸手捏住他下巴，强迫他抬头面向洞口，凑近他耳朵低声说了句什么。沈清猛地一颤，目光艰难抬起，看向防空洞所在的方向。他眼神充满了恐惧、羞耻，还有种不甘的绝望，声嘶力竭地喊道：小薇，你在里面是不是？求求你开门吧，让他们进去，或者你出来跟他们走，他们会护着你的。我错了，我真知道错了，我不该骗你。龙哥死了，他们都死了，现在没事了，你快开门，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他话都说不利索，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声音因为极度恐惧而走调。那个曾经冷硬站在龙哥身边只认我的表姐，现在像条丧家之犬，狼狈不堪。高个子松开手，沈清瘫坐下去，头埋在地上低声的哭泣。他重新举起扩音器，声音还是平稳。据我所知，她是你的表姐吧？还是你在世上唯一的亲人？现在她的命，还有你将来的路，都看你现在肯不肯展现合作的态度。开门或者给句明白话，我们的耐心是有限的，可别拖太久哦。我站在观察孔后，额头抵着冰凉的水泥墙，屏幕上是蜷缩在地上哭泣的沈清。我没有犹豫太久，而是缓缓拉动枪栓，子弹上膛，手指按下第一个引爆器，2侧岩石后的炸药包炸开，破片呼啸。灰衣人的反应比我预想的更快，几乎在爆炸响起的瞬间就已扑倒寻找掩护，只有1人被碎石擦伤手臂。3点钟方向灌木丛，小心埋伏。高个子在扩音器里的声音冷静的可怕，他根本没管爆炸，眼睛像鹰一样扫过外围。1名手下立刻朝我预设燃烧瓶的位置扫射，子弹打碎了2只瓶子，汽油流了一地。推进，保持交替掩护，爆破组准备破门。3个人呈3角队形开始向大门迫近，步伐沉稳，枪口始终指向可能出现袭击的位置。我面色有些难看，这群人远比想象中的难缠，跟龙哥那伙乌合之众完全不一样。我扣动扳机，子弹打在为首那人胸前，却只是让他闷哼一声后退半步，完全没有损失战斗力。怎么可能？难道这些人还穿了防弹衣？眼看他们距离我们越来越近，我算准时间，直接拉动了第2根半线。之前用罐子和铁钉简易制作的罐子雷，在3人的脚下爆炸，破片铁钉的杀伤力非常大，其中2人小腿瞬间被铁钉穿透，抱着自己血肉模糊的腿哀嚎惨叫倒下。另外1人运气好，只是受了点皮肉伤，不过也是被这可怕的杀伤力吓住了，头也不回地往后退躲进树后掩体。蠢货，赶紧把人拉回来，注意脚下的绊雷。高个子冷静发话，这些训练有素的人很快反应过来，朝着地上所有有可能埋伏绊雷的地方用子弹扫荡一遍。随着好几个爆炸声响，原本费尽心力埋伏的绊雷全部被空爆。这一幕看得我攥紧了拳。为了迎接他们的到来，我布置了这么多绊雷，没想到竟然仅仅是伤了2个人。这贱人有点难缠，去车上把炮筒子给我拿来，老子就不信了。高个子嚣张地叫道。很快，2个黑衣人从越野车上搬下来一个箱子，从箱子内扛起了一个火箭筒，单膝跪地，瞄准了防空洞。见鬼，他们连火箭筒都有！我眼神剧烈收缩，瞬间收回了自己的目光。震耳欲聋的爆炸，我感觉整个山体都在颤抖。大门方向传来金属撕裂的可怕巨响，灰尘就像暴雨般落下，弄得我满头都是灰。我从尘烟中抬头，看向内部监控，大门左上角竟然被炸开一个狰狞的大洞，边缘的金属像破布一样翻卷，露出后面碎裂的混凝土。破口一打开，突击组给我上！脚步声在洞外响起，快速逼近。我抓起早就放在手边的2颗破片手雷，拔掉保险，直接朝着他们破开的破洞奋力地扔了出去。外面传来惨叫和怒吼，找掩护，他有手雷！我趁机冲到破洞侧面，步枪架在扭曲的洞里面一通扫射，3个狗腿子拖着受伤同伴后撤，其中1人半边身子都是血，1人后脑中弹倒地，另1人肩部中弹，咬牙回身扫射，子弹从破洞嗖嗖钻入，打在内部的墙壁上。我赶紧缩回换弹匣，埋头这才看见我的手上全都是血，手臂被流弹擦过。我现在才发现我撕了点破布包扎了伤口，一直警惕观察着外面。外面暂时安静了，
只有伤者的惨叫和燃烧的声音。我透过破洞边缘用反光镜小心观察，高个子还站在越野车旁，脸色铁青，他身边躺着好几个伤员，而沈清趴在离他不远的泥地里瑟瑟发抖。老板，门虽然开了个洞，但那女人太难缠了。火箭筒，我们只有最后一发了。妈的，要是被我抓住这个贱人，我一定让她生不如死。高个子咬牙切齿，眼睛盯着破洞，突然抬高声音：里面的人，你门破了，弹药也快没了吧？我们还有7个人，还有火箭弹。你现在出来，我留你全尸。我没回答，快速检查剩余装备，最后一个步枪弹匣，手枪满弹，还有2颗破片手雷，陷阱也用光了。不出来。高个子冷笑：既然如此，那我们自己进来。不过在这之前，他忽然转身，一把揪住地上沈清的头发，把她拖起来挡在自己身前，枪口顶住她的太阳穴。小妹妹，最后帮个忙，把她喊出来，不然……他贴在沈清耳边说。沈清脸上已无血色，眼神涣散，嘴唇哆嗦着：小薇，救救我，我是你表姐啊，我们不是说过了，我们是一辈子的好姐妹吗？大点声！高个子枪口用力，救我，林薇！沈清崩溃尖叫，眼泪鼻涕糊得一脸都是。开门，你出来，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求你。高个子盯着破洞，他在等我心软，或者等我愤怒之下暴露位置。我缓缓吐出一口气，手指摸向那颗破片手雷，然后我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我把步枪轻轻放在地上，举起双手，慢慢从破洞的阴影里站起身，走到能被看见的位置。放了他。高个子愣了一下，随即露出阴谋得逞的笑容。他松开了些沈清的头发，不过枪口依旧狠狠地抵着沈清的脑袋。这才对嘛！慢慢走出来，手放在头上。我抬脚，做事要跨过破损的门槛。就在这一瞬间，趁着高个子和剩下几人的注意力全在我身上时，我用尽全身力气将那颗拔掉保险的手雷扔向他们身后那辆唯一完好的越野车底盘下。有手雷！一个灰衣人眼尖，惊恐后退，但已经晚了。我猛扑回破洞后的掩体，比火箭弹爆炸更猛烈的巨响，越野车被整个掀翻，油箱被手雷点燃2次爆炸，化作冲天火球，破片和燃烧的火花像下烟花一样笼罩了那片区域，惨叫声被爆炸声吞没。我趴在地上，等最剧烈的冲击过去，立刻抓起步枪冲回破洞边缘。外面已成炼狱，越野车残骸熊熊燃烧，高个子倒在火边几米外，半个身子焦黑，只剩半条腿了，但他还没死，试图去抓掉落在身旁的手枪。另外几个灰衣人被近距离的爆炸掀飞了，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失去了意识。沈清趴在高个子前面一点，背上插着一块车玻璃碎片，躺在地上抽搐。我跨出破洞，踩在滚烫的泥土上。高个子看到了我，焦黑的脸上眼睛死死瞪着我，他手指够到了枪。我抬起步枪对准他，他没有求饶，也有可能只是说不出话，眼睛死死瞪着我。枪响，他的脑袋出现一个血洞，悬在半空中的手瞬间落下，不再动弹。趁着这些灰衣人处于昏迷中，我一个个上前补枪，确定死的不能再死，这才调转枪口走向沈清。他背上的伤口依旧渗着血，艰难地转过头，脸上全是黑灰和血。林薇，对不起。他嘴唇动了动，声音微弱。我看着他，这个和我一起长大，最后却背叛了我的表姐。他眼神涣散，慢慢失去了焦点。我没有补枪，只是站在那儿，看着他的呼吸逐渐微弱，直至停止。风吹过，卷起燃烧的灰烬。我站在原地，环顾四周，敌人都死了，一个没跑掉，不过代价同样惨重。大门被轰开，短期内无法修复，弹药也几乎耗尽了。我的左臂伤口血流不止，需要进一步处理。我转身，拖着沉重的步子回到我的堡垒。洞内烟尘还未散尽，我靠坐在冰冷的墙壁上，撕开急救包，用牙咬开止血粉撒在伤口上，然后用绷带死死缠紧。做完这些，我看向洞外那片燃烧的废墟，看向沈清蜷缩的尸体，愁爆了。但我的堡垒还在，我还活着。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传来丧尸被火光和血腥吸引而来的嘶吼。我挣扎着起身，开始搬运洞内储备的建材，堵住那个破洞。先用厚重的钢板临时封挡，再用沙袋和混凝土加固。这是个漫长的过程，但我有的是时间。夜色彻底降临，门外丧尸的嘶吼声越来越近。我封好了最后一道缝隙，坐下拧开一瓶水，慢慢喝光，然后在黑暗中闭上了眼睛休息。第二天，我拆开了临时堵门的板材，冷风涌进来，带着外面烧了一夜的焦糊味。左臂的伤口经过简单处理已经止血，但每动一下都疼得不行。天蒙蒙亮，我走出门开始清理战场。空地上堆着黑乎乎的残渣，还有一些被丧尸啃咬过变形的尸体。我踢开烧变形的枪，在高个子焦黑的尸体旁蹲下。他身上的衣服还算完整，我发现他身上还有一个战术背包，打开看了一下，里面有几样东西：一盒抗生素，2支镇痛剂，一张手绘的地图，还有个黑色 U 盘。我展开地图，
地图上防空洞的位置被红圈圈着，旁边写了一行小字：结构坚固，有独立能源，建议接触或清除。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几秒，把地图折好塞进口袋。抗生素和镇痛剂来得正好，我给自己打了一针，吞下药片，然后开始收拾残局。我把这些东西搬回洞里，尸体必须处理，没力气挖坑也不能留着。我把还能烧的车辆残骸和枯枝拖到空地中央，堆成小山，然后一具一具拖尸体过去，全部重叠在了一起。沈清的尸体在最上面，我没多看，转过身把最后剩的汽油泼上去，火柴哗然扔在上面，火轰一声窜起来，很快吞没了柴堆，黑烟滚着往上飘。我退后几步，沉默地看了一会儿，回到防空洞，我开始修门，破损比想的严重，左上角豁开个大口子，里面的钢筋都扭着。我花了一整天，先把碎铁皮割掉，再用拆下的装甲板从里面盖上去，打满螺栓焊死。新补的板子和旧门颜色不一样，深一块浅一块，像块补丁。然后又在大门后面又加了道可以滑动的钢栅栏，万一门再破，这道栅栏还能挡一挡。做完这些，天又黑了，我累得手都在抖，就着凉水啃了2块饼干，给伤口换药。伤口有点肿，但没流脓，这是一个好消息。弄完这些，我开始清点现阶段的武器：4把步枪，2把手枪，子弹总共不到200发。手雷没了，做陷阱的材料全用光了。食物方面还能吃很久，罐头干货堆了半墙，水是满的，所以吃喝方面不用担心。之前为了做燃烧，抽了不少发电机的柴油，发电板也被他们破坏了，所以发的电很有限，要省着点用。最后做完总结，最严重的就是门坏了，再怎么修也不比原来结实。下午，我带着枪和望远镜爬到山顶，从这儿能看见下山的路，还有远处死气沉沉的城市。路上没有新车印，附近也没见尸群聚集，暂时是安稳的。